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系列探讨扑克相关的议题。那我们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要来访问的就是市面上有一些人为什么会觉得德州扑克是赌博，或者是他怎么样去看德州扑克的一个分类啊？究竟是竞技项目还是赌博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今天跟大家参加战队特别赛，保底$300。啊，不要！可以哦，可以哦。哎，这什么啊？好安啊！好啊，现在要这样子啊！为什么？太 A 可以吧 ？A 一次了吧 ？Q 一次了吧 ？Q， 哇，好强啊！没办法，我跟啊！啊，为什么巴腾会有99？问一下什么称呼？阿成。好，阿成你好。那我想要先问你的就是，你觉得扑克是赌博吗？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技术可以战胜运气，也不能说完全，但是你要先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之后，你才能再来谈运气这个东西。那你有没有被家人或是另一半反对你打扑克这件事情？家人比较不反，就是会反对，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这个讲。女朋友的话，就是一开始还好，然后后面因为我打的比较凶，她就有点介意。但是有赢就不会介意，有赢就不会介意。刚开始都会觉得我们在拿筹码，在那边打扑克牌，就像在赌博嘛。说服他们的方式就是你有赢钱。女朋友的话也带她一起打，也会玩之后她比较可以，希望不要买太久。就是正常在合理的资金下去打，然后好好学波动，我们可以战胜嘛。对，好了解。好，那我觉得刚刚第一个他讲一个重点，因为技术可以战胜运气，这也是为什么赌博游戏跟投资基金跟股票最大的差异。你都是买一个东西，你都有机会赚钱或赔钱嘛。但是为什么称为是投资？是因为这些投资专家买了这一些基金商品或者是股票之后，它可以长期的盈利啊，这是重点。所以我觉得扑克也是一个类似的观点，就是说它当然会有运气不好、输钱的时候，金融风暴、股票有赔钱的时候。那我们讲了一个合格的一个专家，他是可以透过比较好的技术之后呢，长期可以赚钱的。所以我觉得他要讲到一个我也认为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技术可以战胜运气。好，了解。如果你的朋友直接跟你说，你打牌就是在赌博啊，你要怎么去回他们？我会先尝试跟他解释啊，如果他就是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赌博，那我就不会跟他反对的态度，因为毕竟是我喜欢这个，跟他也喜欢，我也没花他的钱也是我们在，钱也是我在输，我们在赢，我们在输。因为真的很常被问，但我们很难解释嘛，因为像期望值那些或是什么年轻的一辈比较还好，但是如果是长辈的话，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这件事。了解，有没有想对小 P 或是对扑克圈有想说的？我觉得小 P 超强，谢谢，超强，谢谢，我好强，我没打很久，还在类似热恋期，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实在是非常的好。我觉得努力会有回报，你喜欢这件事情，你就要认真去学。讲到重点，因为我觉得这认真学个游戏实在是太难了。如果你没有很认真，你想要赢的几率可能比中乐透还要难。我觉得这个游戏实在太难。好，谢谢。好，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他有问到有没有朋友认为德州扑克是赌博，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问的这个玩家这个朋友，他如果认为因为是扑克牌，因为有筹码，我觉得他会直接联想到赌博，是因为他不知道德州扑克是什么，他会觉得就是扑克牌跟筹码就是赌场里面会出现的东西。那赌场里面出现的东西，当然设计就是什么？设计就是庄家，也就是赌场占有优势，也就是说玩家是没办法赢钱啊，这是事实，这是确定。但是德州扑克并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所谓的赌场或者是主办方，它只是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游戏场所，然后收取服务费。很多人会把德州扑克视为是赌场里面的一种游戏，才会让人家误会德州扑克是赌博的原因。当你知道，原来德州扑克不是跟赌场对玩的时候，就你的对手其实是别的玩家的时候，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就很明确的知道，那你只要比其他的玩家厉害，你就会占有优势嘛，就跟打麻将一样啊，就跟任何的运动竞赛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叫我小叶就可以。哦，小叶你好，我想要问你，觉得扑克是赌博吗？扑克当然不是赌博，大部分赌博定义是一两把牌就可以决定胜负，但是扑克不可能你赢两把牌就一直拿冠军，所以我觉得不是。你有曾经被家人或是另一半反对你打扑克这件事情吗？没有，都很顺利。对吧？我从小就没跟家人住在一起，所以我在做什么他们不太知道啊。那你有没有朋友跟你说，你打牌就是在赌博啊？当然有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的观念就是扑克牌就是赌博啊。
他们就觉得麻将很所谓的文调跟不调，就觉得打麻将是文调就是赌博，只要是扑克牌的游戏就是不调。但是他们因为对这个部分没有了解嘛，因为毕竟2-3年前台湾就已经法院判定合法竞赛是合法的，对啊，但他们不知道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们要去说服他，没有必要啦。他必须要了解这个游戏，他才有办法认同我。他也不一定想要了解，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服。我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老一辈的不知道工具，或者不知道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说老一辈听到的新闻，可能就是什么什么地下赌场，然后找到有扑克牌的游戏，然后可能有听到德州扑克，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不够了解，所以只要了解之后，我觉得应该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有人了解之后还说他是赌博的话，那我会蛮想要听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我很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赌博。我觉得至少我现在是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你有没有想对小 P 或者对扑克圈说什么话？小 P 要加油，你真的承载我们很多的梦想。大家怎么讲那么感人的话？我有送他2件衣服呢，给对，来帮台湾，哦，因为我自己也有穿啊。对，那个我送。找到了呢，小 P。可是我不好意思亲自拿给他，他在台桌上都比较严肃一点，而且我看他之前的影片都有讲说，他不喜欢桌上有人一直讲话这样子，所以我都不太敢跟他聊天。不敢跟我聊天。不用怕，不用怕，好我觉得牌桌上我没有不讲聊天还好吧。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不讲话不会出错，但讲话有机会出错。我所谓的讲出错，就是说有人会觉得说你很嚣张，或者是你很自以为是，或者是人家可能输你一把牌，那你讲话人家觉得你这样子赢牌要赢话。所以我觉得说讲话是有机会可以让氛围更好，但我会挑时机或挑对象。就我觉得说这一群人或者这些人是我够熟，可以开这些玩笑，或者是可以讲这些话，那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说是比较不熟或不认识的话，我不大会去随便去讲话，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被冒犯或是被攻击。我觉得就是看人跟场合跟当下的情况啦，但我不会是一字不说，或者是好像什么都不能说。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路上被遇到有发生过蛮多，就是会聊个天打个招呼、拍个照，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休息时间的话，我觉得要看。如果说今天是很长时间的游戏，休息时间其实不够长，我觉得适时的聊天是可以。但如果说之后每一次的休息时间10分钟，上厕所都要聊天，这样子真的是很累，你知道吗？上厕所还要聊牌，站在那边，然后还来问你牌这样子，然后还要这样子，然后很尴尬，然后这样子，他觉得不大舒服。只要不要就是很明确的情况不适合的话，我都是很开心的跟大家合照，或者是聊2句，我觉得都没问题。问一下怎么称呼？凯宏。凯宏你好。好，那我们想要问你，你觉得扑克是赌博吗？为什么？不是啊，我觉得赌博比较像庄家游戏，庄家稳赢的话，你希望只是负的嘛，怎么玩都是输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我。这个玩家有讲到庄家游戏嘛，就是很明显的跟赌场对赌，然后赌场是有一个绝对优势这种东西才会被定为是赌博游戏。什么是赌博跟什么不是赌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分界点就是谁是具有绝对的优势。那为什么德州扑克不是赌博？就是因为玩家可以透过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像是庄家这样的角色，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你学习比别人多，比别人长，那你就占有一个各方面的一个知识。如果你投资在你不了解的项目上，你就是在赌博嘛。你有没有曾经被家人或是另一半反对你打扑克这件事情？没有没有，我就说我要出去打牌，他们说好。然后你就拎着100万回家，他们就你不是在赌博，你是在做生意。当你的朋友跟你说你打牌就是在赌博，你要怎么回他？你觉得是赌博就赌博。我就不想跟他争论，因为这个我觉得也解释到的，解释完了，他知道了又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对吧？就是我们懂的人就懂这样子。好，懂得都懂。你有没有想对小 P 或是对扑克圈的任何人，或是这个环境说什么？谢谢熊哥吧，从以前还在地下室很小的时候，然后越办越大，现在有越来越多国际大赛，算是引领这个风潮，让大家更认识这个游戏，越来越多人参与。对吧？就圈子越来越好，我们有很多舞台可以发挥，每个月现在都有系列赛，蛮好的，而且都是这种大型的。好，谢谢。好，谢谢。对，我觉得讲到一个状况，原因是因为在台湾之前有很多的新闻或者是地下赌场，其实是有这样子的项目，然后就会把它有点像是很多人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错误的观感。那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以扑克协会发展的很好，然后有越来越多国际的赛事跟玩家知道这个项目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之后，其实这个观感会慢慢的改善到锦标赛、竞技项目，然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曝光，然后让不知道的人知道
这件事情，或者是让以为这个是赌博的人更了解到说，哦，原来他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赛事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的一环。好，的确。你女朋友不会反对你打牌？没有女朋友。他没有女朋友，我不是在笑他没有女朋友。我是在笑，怎么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问男女没有问反对啊？他就没有女朋友来问这个问题，是会不会问问题？啊，不会问问题啊？我也没有料想到啊，你要问这个问题，你要先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好啦。你觉得扑克是赌博吗？不算吧，不算。那为什么？因为有统计学在里面啊。就不是纯粹的 all in， 然后看谁赢比大小，我们是可以靠技术去增加我们的胜率。当然也有运气啊，就是我们把技术能做到的做好，那剩下交给运气。对，那技术影响的比运气还多。对，你有没有曾经被你的另一半或是家人反对你打牌这件事情？另一半有，那你怎么说服他的？不说服，不说服，不处理。对，那陪我去吃饭，不行，我要去打牌，然后他哭了怎么办？给他哭，你就继续报名上桌。也没有啦，就是会看时间。还是会平衡一下。对。我也不是整天只打牌不陪你，然后我也不是去送钱。那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你打牌就在，浩哥他一直在帮对方回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要引导到就是让对方回答，他觉得说对方是，然后他就直接把对方猜测的东西讲出来，然后他就随便是。发问的人讲太多话，该讲话的人讲太少话啊，下次改进。那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你打牌就是在赌博啊，你要怎么回他？我不会处理，我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讲了他可能也听不懂，对，你就不回，对。那曾经有人这样问过，他讲太多话了，觉得说你整天都在牌桌上，你是整天都在赌博，还好哎，台湾风气蛮好的，大家也开始有这个 sense， 知道说扑克是竞技。对啊，哦，了解。你有没有想对扑克圈或是谁说什么话吗？还好哎，还好。对，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消遣，对我不会像，因为很多人都在比赛嘛，就是真的有在做职业，但我目前是消遣。还在学习，不会很看重输赢，会上桌很快乐，会很看重输赢，上桌会，对，但是平常不会。哦，我要玩的话，我会去在乎输赢，但是结束以后不会影响我自己，就不是说我输钱就很懊恼很烦，然后影响到很多，不会，这就是最舒服的。一直讲打扑克就是要开心啊，对，那影响到自己的资金跟心情就不是好处。好，那谢谢 David， 不会，感谢今天的访问。到底是谁在访问谁？到底谁在讲话啊？我都不太懂哎。你确定是他在访问别人吗？不是，这个人比较话比较少。他有讲到一个重点。他讲到什么重点？他说他打扑克是消遣。是他应该是一个不需要被人家讲，因为扑克的重点就是消遣啊，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它是好玩的消遣娱乐才会来玩嘛。因为如果说你玩这个东西，我玩得很不开心，只是为了赢钱我才开心的话，这种玩家也有，但我觉得会很明确的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这样子的玩家。Poker 有一点算是 gamble， 久了之后去了解它实际是怎么运作跟怎么打之后呢，虽然还是会觉得说可能有点运气成分，可是就会知道技术层面也是很多，所以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赌博的游戏。你有没有对小 B 或是对扑克圈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就是普遍大家每个选手，包含娱乐玩家都一样。我觉得走扑克这条路是真的很辛苦，看着他们这样子走来，虽然我没有办法亲身体会，但就是光看就觉得很辛苦了。所以你们持续加油，希望你们可以赢大奖。好，谢谢 Chrissy。就他刚好提到一个，就是希望职业牌手跟娱乐玩家，不管是哪类型的玩家，这一块都走得很辛苦。这个游戏的本质，它就是一个，如果说你的定义是你要进入到奖励圈，你才会开心，因为你有拿钱回来，或者是不管是多或少，就以统计学上来讲，就是你80%的机会不会进奖励圈，你就会觉得很辛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没有了解扑克本质，然后再玩的话，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你的日子里面有80%的时候都是一个今天空手而归，就会觉得好像很辛苦。但我觉得应该要更健康的心态来玩的话，就是第一个，你在牌局中是有处理好每一手牌，然后知道说该怎么做，然后有持续的学习，在这个过程紧张的气氛有竞争，然后有玩得开心。长期来说，你的技术比别人好，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说短期的这一些输赢，因为长期来讲，你比别人厉害，你就一定会赢钱。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一个更
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说，不要看1-2天，要看1-2年。我觉得在德州扑克，它很明确的就是做重复一件事情，你会进步没有错，但最主要的进步发生的情况是在牌桌下的学习，而不是在牌桌上的游戏。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它如果不辛苦，它如果很简单，那你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前提是你要坚持下去。好，以上就是我们街访扑克玩家的片段。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访问律师，看一下律师的片段。在台湾打德州扑克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规范？那其实就是这3条。当然，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跟法官、跟检察官说明说，我们这个德州扑克它不是一个赌博的行为。那我只能说，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判决，主要都是针对于德州扑克锦标赛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不是赌博，所以呢，不管是社维法，甚至是刑法的266的部分，它都不会该当我们刑法的部分。但是我必须讲，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可能还是陆续有案件，但是我们最终目标当然是希望是说，能够向主管机关、地检署、法院全面的让他们去认同说，德州扑克不管是县军局或者是锦标赛，都不是一个单纯靠运气来决定胜负、得到财物的一个行为。但是我只能说，目前为止相关的判决里面，认为是无罪、不是赌博行为的，绝大多数都是锦标赛。这个就我们常常讲的嘛。如果现在我想要打扑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只是跟自己朋友之间玩，你们之间呢也没有抽水怎么样子的，其实我都觉得这个都无所谓，因为它最多它就是一个社维法。那我觉得你们如果也不是去地下赌场，我自己找几个朋友在家里玩，我是觉得不管你们打的是锦标赛或者是县军局，我觉得不用那么在意，因为这个范围很小。我们本身就认为说，我们的德州扑克是一个跟桥牌啊，甚至跟围棋一样，是一个高度竞技的活动。但是如果你没有牵扯到营业，你没有牵扯到获利的话，其实几个朋友自己在家里玩，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如果是想要去外面跟不同的选手交流，什么样的情况会比较好？我们当然会鼓励说，要挑选可能是比较有规模、比较正面形象的协会，然后去参加这些协会里面所举办的正式的锦标赛。因为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法院判定为无罪的案例，主要还是会放在锦标赛上面。所以呢，我们去比较正面形象的，不管是协会或者是俱乐部里面呢，参加他们所举办的合法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选择。好，那我先讲啊，我自己的看法呢是认为扑克绝对不是赌博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扑克可以透过学习提升你的知识跟你的技术，可以长期的稳定获利。那我觉得这跟赌博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的人觉得扑克是赌博？其实扑克它可以用一种赌徒的心态去进行这个游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以观众最常见的这个投资当作是一个举例的话，那我觉得是一样的概念哦。如果说你今天做了很多功课，你做了很多研究，那我觉得这才就叫做投资。那如果说你没有学习、没有做功课的话，这就是投机，就是一个赌徒的心态。那我觉得扑克也是一样。可是如果说今天你上桌之前，你就知道翻牌前要玩什么样的手牌范围，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下注，适合炸胡，然后什么样可以让你更有优势的对上其他的玩家。对于你来说呢，扑克就是一个技术的游戏。如果说你对于扑克有认真的学习，你知道知识，你知道重点在哪里的话，你就可以长期的稳定获利。那对你来讲呢，打扑克就绝对不是赌博。首先呢，其实大家听到扑克这个词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笼统、范围很广的一个词哦。当你听到扑克的时候，我觉得最直觉的联想呢，就是扑克牌、赌场里面常见的赌博的工具，譬如说21点啊、百家乐啊这一些游戏呢，庄家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那进去玩的玩家呢，当然长期来说绝对是一个弱势，也就是他一定会输钱。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扑克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赌场啊、赌钱啊、10赌9输啊，大家小时候可能都会看过一些港片啊，赌神、赌侠、赌霸、赌什么阿里不达的，这些都是直接挂了一个赌什么东西的影片，然后里面的内容都是什么？都是扑克牌嘛，要不然就是麻将，然后都有很高额的钱。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小时候看这些电影也会对于这些有一些联想啊。可是扑克牌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是西洋棋、围棋一样，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呢是德州扑克，它是一个玩家
家跟玩家互相较劲的一个游戏。虽然说这个赛事是办在赌场里面，但是赌场并没有参与其中。也就是说，赌场做的事情只有提供一个荷官跟这样子的场地，然后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所以实际上是玩家跟玩家之间在较劲，看的就是什么？看的就是哪一位玩家对于扑克的知识含量比较高。当他今天越有知识，越有这些技术，他知道如何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的时候，那我觉得一个绝对优势的玩家，他在长期里面，他就会成为一个盈利的玩家。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德州扑克，或者是你不清楚德州扑克跟21点跟百家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连结。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影片，可以告诉你说什么是德州扑克，它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点来分析德州扑克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玩得开心。德州扑克它本质呢就是一种社交游戏，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呢，一起嘴炮啊，我觉得这个互动呢是可以让这一群人最快乐的一个重点，一定要玩得开心。第二个呢，就是在台湾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呢，我会希望赛事的主办方可以提供一个越来越好的环境。原因是因为在我之前呢，其实台湾并没有扑克的协会，所以如果说我想要打扑克，我可能都要花很多的钱，搭飞机出国，相对成本很高，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其实越来越多扑克协会，不管你在台北、台中、高雄，不管你在哪个县市，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德州扑克的协会。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些地方它可以提升它的设备，更好的环境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加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台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扑克玩家、扑克教练，然后在做 YouTube， 在做教学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的提供者。我会希望越多人在做德州扑克相关的推广啊，甚至是分享他的知识啊，那我觉得可以让不同阶段的人可以透过他喜欢的一个对象来学习德州扑克这件事情。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希望大家转换一下对于德州扑克的一个正确的心态跟看法。如果你并非德州扑克的玩家，就你平常没有在玩，你只是听过，那我会希望呢，你能够转换一下这些负面的标签跟想法，因为其实它跟赌场里面的游戏、赌博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参与其中的扑克玩家，我会希望你呢放越多的时间在学习扑克这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扑克玩得开心最重要，透过更多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它会走到一个正向的循环，你会表现得越来越好，你会越来越有成绩，你会越来越棒。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希望每一个扑克玩家或者每一个喜欢玩扑克的人，在玩之前呢，先找到说你自己到底想要从这个游戏中得到什么。那如果说你越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呢，在这一段路程呢，你才知道说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想要有更好的成就啊，你想要赢到更多的钱，你想要获得最高第一名的这些机会，你可能要透过学习。当你越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呢，才知道怎么样走到这一个方向跟目标。如果说你还不清楚什么是德州扑克，或者是说你想要开始的第一步，那到底会是往哪一个方向走呢？我会建议你呢到网络上任何的 YouTube 或者是网站搜寻德州扑克，先了解一下德州扑克的游戏规则跟流程。当你知道游戏规则跟流程之后，我觉得最低成本的方式呢，就是透过不管是手机或是电脑，你就可以到一些线上的平台体验免费游戏。我认为从免费游戏呢，可以体验到这个德州扑克的魅力，用一个最低成本的方式，先知道说这个游戏怎么玩，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什么样的牌是好牌，为什么你赢了，为什么输了。那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用一个线上的方式最低成本的方式，学习到一些基础的知识。在之后呢，我就会觉得说，你可以体验看看一些现场的赛事，毕竟现场跟线上呢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可以开始用一点点的钱参加一些线上的赛事，然后去体验这个游戏。不管是参与线上的比赛，或者是现场低额买入的比赛，透过学习，你会更有成就感，你会有更高的机会走到后面，拿到更高额的奖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你就会知道说，你想要从这个游戏中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跟意义。那我觉得你都可以找到你想要走的方向。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扑克议题探讨，究竟你觉得扑克是不是赌博？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任何看法我觉得都 OK。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你觉得是或不是，原因是什么？每一个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呢，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共识或者是答案，让不清楚的人更知道不同意见的人到底在乎的点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